好，收纳完毕以后呢，我们就先从理论的角度来讲讲中西医的认知模型和认知高度的区别。中医和西医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呢，都是科学，但是科学的发展路径和含量呢，又有些不一样。那我们就先说说他们的工具模型吧。中医呢，用解析度比较粗泛的方式呢，去理解人为什么会生病。具体怎么理解呢？就是中医呢，把人放在时空的背景下去理解，认为人呢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它有其自身的内在的和外在的一个平衡机制。人生病呢，是人在时空的状态，时空里呢，它的某些平衡被打破，所以人体呢会进行自动的调整，这些调整的状态呢，就可以被定义为生病的状态。另外呢，在中医的解析模型里人体的物理系统呢也被进行了粗放的分类，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脉象、气血、经络、五脏六腑这些中医鼻祖型的概念。这些概念呢比较类似于呢医学领域里的解剖学。除了对物理系统进行分类以外呢，中医还发展出了一些描述状态的一些工具系统，去描述五腑六脏的功能以及它们的之间的相互制约关系和疾病的关系。这些描述状态的工具呢，比如说是用五行或者阴阳相生相克的这么一些比较类似于哲学的这种概念。需要指出的是呢，这套比较哲学化的解读工具其实不仅有创意呢，而且它的发现呢也是有一定的解剖学基础的。《黄帝内经》和难经呢是中医解剖学的一些基础典籍，有兴趣的话您可以自己去看一下。中医的这种先有全集性的这种系统阐述的发展路径呢，决定了它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里呢是很有理论高度的，可以说它的发展路径呢是从高处出发的。然而现在的中医发展的现状呢，又有一点拿不出手。今天的人类其实对身体的了解已经远远的超过了春秋战国时期的人。那么不能建立一套现代的研究工具支撑下的中医的解剖学和病理学体系呢，在实操层面上下手点混乱和不规范呢，就会成为中医的一大短板。这些主要表现在哪里呢？第一，对中医古籍里边提到的概念，依然有一些呢，在解剖学上没有形成共识，有些地方呢，甚至是有错误，也没有得到相应的刊物。第二呢，就是在病理学层面，中医里边那些可理解性比较低的描述方式，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黄帝内经》里边说肾主心，肾生水，水生肝。什么是主，什么是生？在生理层面怎么理解？在病理层面又是怎么理解？实践起来其实都是坑。那么西医呢？我们这里需要声明的是，近代的正统医学也叫循证医学，它则走了一条和中医比较相反的路线。现代的西医呢，开始以对人体可以看到和摸到的器官的解剖学。他们从器官升维到系统，了解到了各个器官在系统里的分工和作用。西医呢也观察到了各个器官，虽然它们的质地、形状和构造不一样，但是似乎呢又不外乎以一些共性的组织构成，于是他们又降维到了组织这个概念。随着观察工具的发展呢，又从组织下沉到了各种组织的细胞，以及到了细胞里面各种各样的细胞器，最后呢变态的下沉到了分子和原子的层次。可以说西医一直在完善和提高它的认知的解析度，这些解析度呢也是西医理解和认知疾病的工具。他们用不同程度的解析工具呢，去了解疾病的生理机制，也就是物理化学机制。除此之外呢，他还建立了病理学体系，来定义、解释和预测一些疾病的特征，以及它们在时间轴上的一个发展规律。那么基于这些严谨的病理学工具呢，它在临床方面呢就形成了可行的诊断标准和治疗规范。很多人说中医很系统，西医很片面，大部分时候呢是对的。西医这些年呢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管中窥豹的这种局限。西医呢在很多领域呢只治疗症状，而不能治疗病因，也是西医的一大短板。其实呢近半个世纪以来
随着医学的全面发展，西医呢也并不是你理解的那么的片面了，因为随着西医对疾病的深入了解，他们已经具备了向上减维的条件。就像一个拼图，西医先是看到了一个个碎片化的一个信息，现在呢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呢越来越多，他们已经在某些领域呢具备了向上减维看到全局的客观条件。事实上呢，现在的西医呢在一些疾病领域里，在综合了这些碎片化信息以后呢，他们开发出来的这种 approach 和 MOA 呢也已经具备了全局的特征。比如说在非外源性感染疾病里常见的这种发炎类、炎症类疾病，或者是免疫系统类疾病，西医呢其实已经是在系统的看待这些疾病的发展规律了。另外呢，在西药的研发领域里面呢，也有一个创新的方向，就是在不增加新的靶点的情况下，在 MOA 环节呢进行创新，也就是多靶点的集成。也许呢，中医的一些前局性的概念呢，可以给这些集成提供灵感。值得一说的是呢，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对大量数据的分析呢也变得可行和便利。那么相信西医在系统集成方面呢，它的能力也会得到一个新的突破。中西医的方法谁对谁错这个问题呢是不存在的，因为这个领域呢本身就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我们只能说中医的低解析度和西医的高解析度都很有创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医的无师自通，似乎人人皆可中医，而西医呢砸了这么多的钱，养了这么多聪明的脑袋，大部分时候呢也只能是对一些疾病进行了命名和描述。大疫来临的时候依然束手无策，因为降维呢就意味着信息量的增加，而信息量的增加呢也意味着你要发现很多现象之间的关联性的难度呢在增多，所以导致呢西医大部分时候呢只能针对某些症状和指标进行治疗，不能去真正的针对病因进行治疗。理论体系下的中西医呢，从创意来看呢，二者都各有千秋，但是中医的科学含量呢，明显没有跟上趟。怎么理解呢？我们说了，如果一个认知模型是比较接近真相的，那么它可以被验证和复制。中医目前最大的短板呢，就是到了21世纪了，中医的那些模糊的概念呢，还没有一套可行的测量体系的方法体系发展出来。这里呢就有很多中医迷呢要反抗了，说谁说了我们有舌诊，我们有脉诊，我们有望闻问切四诊。那么是的，我就想说它确实很可惜，因为中医的这些几大基本概念阴阳气血经络等等等等，都还没有形成可测量化的一套方法体系，大部分呢还是在靠医者的个人悟性和经验去支撑它。比如说什么是阴阳？阴阳是某种广泛的矛盾观念的总和吗？还是某些特定器官或者系统在某些病程中的状态？那么这些状态又可以用哪些物化指标去测量呢？再比如说寒热是什么？什么东西是载体？可以用什么指标去测量？只是指温度吗？或者说某种东西的含量，或者是某些可以被观测到的过程等等？或者再说中医里边的气到底是指什么？气是指我们认知的细胞能量代谢的单位 ATP 吗？还是说某种循环系统的综合状态的描述？或者说再说中医里的脉是指血量的多寡，这个多寡是统计学意义背景下的相对的多寡，还是针对于病人个体的他自己的身体的body mass 所对应的多寡？再或者说中医里的经络，它在解剖学上是指的是血管系统吗？还是神经系统，或者是淋巴系统，或者是一种尚未被发现的一种解剖学概念，甚至是某些解剖学概念的组合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是需要中医去进行科学化的地方。我想应该会有很多可以观察和测量到的指标，但是我们偏偏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科学实践体系，所以导致中医呢在实践里就很难被验证和复制，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中医的科学含量没有跟上趟的原因。